我们贸工部新的这个条例呢，引起很多争论性的这个言论，对，双方支持的辩论非常的凶猛，特别是消费者。就是觉得哇，现在我们被逼要买归车啦，你保护国产车要保护多久？他们都永远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等等，这些的言论。其实你要看哦，我们政府是非常鼓励建立这个 EV ecosystem。过去4年啊，我们都已经让所有的那个 CBU 的 EV 卡来到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少收了数十亿的这个税金，来 support develop。加快这个 EV ecosystem。马来西亚的这汽车的行业里面呢，它的这个供应商、供应链呢，占了整个国家 GDP 的，that's very high 哇，很高哎。上下游创造的这个就业机会有，所以这是养活了家庭。你好，欢迎收看BFM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这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M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你好，我是能杰。在今天的访问开始之前呢，不要忘记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那我相信在过去的半年里面呢，全球地缘政治的动荡，特别像是这个中东跟红海的危机呢，让全球的供应链再一次的拉响了警报。那我们马来西亚的制造业呢，可以算得上是首当其冲啊。那很多的这个厂商呢，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了像是原料短缺啦、运费暴涨啦，以及现在大家可能有现金流吃紧的一些考验。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呢，我们又看到说，我们国内有一些政策，可能政府它在施政的这个节奏上面呢，也让我们的企业觉得有一点点的压力的，包括像是现在有一些所谓的最低薪金制的压力啦 ，ESG 合规的成本的增加，以及还有 e-invoice 等等啊，企业其实是面对很多的挑战的。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可能也要在节目当中来讨论的，就是现在整个产业界当中大家讨论非常激烈的，就是 MITI 的最新的电动车 EV 的政策。那究竟这个政策对于我们的产业来说是会保护到我们的产业吗？还是说会赶走优秀的外资呢？那我们要如何来做一个平衡？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是代表着全马数千家的制造业的马来西亚厂商联合会 FMM 的总会长李祖国会长。会长你好。谢谢。是，那今天很荣幸啊，请到李会长。但我想今天一开始呢，想要先请会长来聊聊你的心情啊，就是你是去年底正式接棒会长的，对吗？对。是。那其实上任半年多来呢，你自己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你觉得现在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哇，首先呢，谢谢 BFM 的这个邀请，我来到你们的节目。说起我当这个厂商工会的这个会长呢，非常大的任务，所以对我来讲，第一个感觉就是任重而道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职务呢，但是呢要做的事情呢还是非常多。是，要扮演的角色蛮多的，对不对？对，要跟政府去做这个搭桥梁的这个工作，反映厂商这个产业界的这些声音并且传达政府的一些的这个计划。另外，我一个感觉就是，真的是以前我们常讲的商场如战场。你会发现到，由于这个产业界的这个转变，科技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迅速，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假如你慢半拍你就会被淘汰特别是现在当 AI 来的这么凶猛另外一个，其实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科技太进步了。是，这过去这10年它的发展，我可以说是用神速的来去讲。其实我们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个产业转型还有这个工业革命的一个阶段里面呢，也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契机机会，让我们能够就是在这样的这个转化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机会我们可以掌握。问题是 Are you ready？我们准备了好吗？
所以这个对于厂商工会来讲呢，我们是希望马来西亚厂商能够抓住这个契机呢，能够勇往之前对是会长，你刚才有提到说要成为厂商或者是制造商，因为你代表的这个工会就是制造商工会嘛，对不对？里面有很多的制造商，那其实你很了解制造商的痛点到底在哪里，然后要成为制造商跟政府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桥梁，你觉得这个桥梁在搭建的过程当中，它是容易的吗？我如果换一个方式来问你的话，就是你觉得政府它是愿意来聆听我们的企业的心声的吗？我感觉马来西亚过去无论是昌明政府或者是以前的国政政府呢，马来西亚政府的官员，特别是 MIDI 的这个部门呢，都非常愿意聆听或者是与我们厂商工会来做这个交流。特别是他们要制定一些的这个 policy 的时候呢，那厂商工会是应该是我可以这样子说了，是首选的一个工会他们会去 engage 的。但是永远呢，我们还存在是官僚主义。OK， 我们这个好像也很难避免，对吗？还是有很多的 gap。就是他们听了厂商很多的这个意见，我们很多的困境的这个描述，他们有听进去吗？这个是永远是我们在问的问题。Okay. 因为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劳工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已经appeal 了20多年，20-30年了，仍然原步原地踏步，对原地踏步，所以其实你不止原地踏步，会不会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政策，特别是外劳的政策，它反而是可能制定的越来越对于现在我们的产业不利，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吗？对，因为政府把这个产业的这个转化呢看得太简单他们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自动化，这个智慧制造说了10多年了，为什么厂商或者是制造商还不在改变 ？OK， 对吧？但是为什么没有加快脚步自动化？为什么还要用这么多外劳？对。但是政府不明白的就是，其实这要转型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对。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很多的企业其实现在都是在所谓的生存模式 （survival mode）。对，所以他们要生存下去都已经很困难了，更遑论说要去做所谓的科技转型或者是 AI 转型。对，完全正确。因为我们感觉到，就过去这几年呢，我就讲过去这几年有太多的这个 regulatory 的这个 compliance 这个法令要去遵循的。你看，从 GST 的 compliance。然后又改到 SST， 然后又 e-invoice， 然后又这个现在的 ESG 最低薪金制，这一切的这个转变呢，让很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那个老板，有些中小型企业只是老板是最强的那个，他什么东西都要做。然后很多的这个税金的这个 SST 的这个 expansion of 它的那个tax base，对吧？让企业的那个利润呢，就是越来越缩紧。其实中小型企业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利润空间呢，是相对的来讲是一个 single digit，这个单数字的，就是在10%以内的那个情况。那很低耶所以当你在经营的时候，你这么狭窄的这个利润空间的时候呢，你就很难去给更加高的工资给你的员工。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好的员工呢，他也不想来中小型企业来上班，他都是找那些大企业、跨国企业、大企业，要不然就自己做生意，要不然干脆自己去送餐好了，去当 Grab 司机。对。那第二就是我们也没有那个空间来去做这个 technology adoption。那第三呢，就是更何况讲这个 research development。这个 R&D， OK， 所以当你处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呢，你中小型企业就很能够往这个更加高的价值链去上升，所以你就很难去改变那个空间。所以这部分呢，我感觉是政府呢是需要去扶持的，对，拉我们一把的。你觉得其实政府现在具体的
如果真的要帮助中小型企业来进行转型的话，你觉得政府可以从什么样子的角度开始切入？那厂商工会当我接棒的时候呢，我就马上启动了这个跟这个大学有更加紧密的这个联系OK 我觉得这产学合作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要把中小型企业的这个经营上的问题、产品的问题，如何去做这个研发的问题呢，带去给这个学校，然后让学校的教授老师们呢，他们也进入这个产业界里面，让他们也知道产业界所面对的问题。我非常庆幸的呢，当我们把这个橄榄枝伸出给学校的时候呢，学校是非常欢迎、非常积极的来去参与，他们也真的。因为他们老师也需要一些很实际的一些工业的问题呢，来去亲身的去不能够一直住在象牙塔里面，对，要落地。所以我们也找了张立康部长，郑立康部长。那郑立康部长是非常的 supportive。唯一的出路就是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呢，必须能够爬上那个价值高的那个产业链。这个也跟我们安华首相的那个 NIMP 这个马来西亚国家的工业大蓝图是吻合的。它是要 build an economy in great complexity，就是要建立一个高难度的、非常复杂的就是高科技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是吻合的。另外一点呢，厂商工会也要呼吁呢，把钱留在产业的袋子里面OK。当我们的利润有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高的薪水给我们的员工，让他们能够有更高的薪水，他们也愿意有更多的这个付出。我们可以投资在这个高科技的一些的生产的模式，并且能够做这个 R&D。那当我们能够赚更多钱的时候呢，我们就给的税金就更高了，所以钱还是回到政府的那个税收里面去。是，那您刚才有提到产学合作，但其实我知道你在上任之后呢，你也一直不断的在做一些研究，或者是你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研究报告啊，那就希望说能够帮助到我们的中小型企业。那会长，您最近公布了一份数据，就是提到说72%的厂商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呢，营运状况就变恶化。那这其实跟现在这个国际局势、地缘政治是不是很有关系呢？那其实我们具体是如何从这个物流的问题蔓延到了整个大马制造业的一个生存的问题，包括了现在我相信不只是物流问题，还包括了我们的供应链可能也出现问题，然后我们的燃油，我们的各种各样现在世界上发生的问题，可能都冲击到我们的产业，对吗？对，这次的这个西亚的这个战争的危机呢，上个星期我被邀请去出席首相主持的这个 M10 的会议呢，我就跟他描述了厂商工会看这次危机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5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在物流和物价攀升的这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是原材料短缺或延后因为你需要做 rerouting， 所以很多原材料都会就来不及送到，来不及送到。那第3个阶段呢，就是进入没有原材料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是在第2跟第3甚至第4个阶段，就是人员的调整、工时的减少，有些生产线甚至被逼停止，因为材料短缺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是在第2、第3、第4的那个阶段。那第5个阶段就是大规模的裁员，或者是公司倒闭。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因为这个灾情的这个影响呢，可能延伸至2年到5年。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阶段呢，你可以延长它。OK， 说的你不会达到最后的那个阶段。OK， 其实有一个政府非常关心的
就是当我们讲到这个工时减少，那我们有35% 的企业呢说呢，他们今年不会请新的员工，they freeze the hiring，OK， 35%。那对于整个马来西亚的就业市场，其实这个也是蛮大的冲击，特别是对 fresh graduate，大学的新鲜人，是对不对？那这些是什么人？这个就是 Gen Z 的人。Gen Z 呢是政府，你过去你应该有注意到 YB 刘振东常常讲说，我们要照顾好这个 Gen Z。你看到很多国家周边国家的那些动荡啊，这个 instability 都是 Gen Z 的学生都搞出来的。他们最愿意就是发出他们的声音。对，如果他们没有工作的话，那其实对于社会的整个的稳定也是会有影响的啊。所以现在其实有没有具体哪一个产业别或者是哪一些的原料是比较受到影响的？因为刚才您提到说，工厂如果因为这些原料来不及送到位的话，那就导致停工。那如果导致停工的话，手停口就停了 ，OK， 对不对？ Okay. 所以有哪一些现在真的是遇到手停口停的产业呢？我是笑啊，是在苦笑啊。我知道，我们其实都是在苦笑。对，但是有哪一些行业是你了解到的？像我可能看到有些数据说，比如说树脂啦、化学品都是短缺的嘛。现在其实啊，艾森，你看看哦，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几乎每一样东西都跟这个石油的材料的 derivative 有关系的。没错，几乎每一个我们身上所穿的，我的眼镜等等，全部都跟这个 petrochemical 的 derivative 有关系的。所以它影响的的这个产业啊，是 cross sector 的，不只是几个产业啊，当然会有一些特别严重的啦。比如说我们这个汽车的行业啦，它的还有E&E sector 啦，还有塑料跟 rubber 的这个产业啦 ，pharmaceutical 啦，还有肥料，OK， 甚至有一份的研究报告说呢，他说明年或者是今年的下半年全球的这个食物的 output 产量会减少一半。因为当你在没有原材料或者这个什么肥料短缺的情况底下呢，这个种植物呢，它的收成呢会减一半。所以当然了，不是完全没有，是在短缺的情况当中，所以这会影响更多南这个国家的一些贫困将会加剧。哇，所以感觉上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来的具挑战性。那虽然我们现在看到说美国很像它也有释出善意，然后可能中东的这场战争很像也有停火这样子的一个讯号，但是不是有停火的可能，那我们就可以安心了呢？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长，你觉得说我们现在整个政府的反应够不够迅速？那其实老实说了，我们如果单纯只是依赖政府的话，可能也不太够。那你又会怎么样建议说我们的产业可以怎么样子现在赶快立刻来做出一些调整来自救呢？那先说政府的反应那块了，我觉得政府的反应是蛮积极的。OK，就我本身来讲。我就被首相召见了一次，我见了我们的经济部长端阿茂3次，我见了MIDI的副部长1次，见了MIDI的部长Sri Johari 2次，所以政府是很重视的也见了 Prime Minister 的那些 Advisory Council 1次，所以你就以我个人来讲，作为 FMM 的会长，我都已经见了政府的这个部长首相这么多次呢，并且首相每一个星期都在主持这个 M10 的这个会议所以政府是反应算是蛮迅速的并且政府掌握的数字呢，超越过我们所知所想的就是他们有太多的这个资讯，所以他们都在 monitor Martrade 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呢，他们也有一个24 hours 的 war room在观察这个中东的这个危机所以从政府的场面来讲呢，
层面来讲，他们是迅速并且呢非常关注的这个事情。OK， 所以我们的政府还算是蛮专业的。对对对，公或者私来讲啦，大选要到了嘛，对吧？ Okay. 他们也必须要把这个政治这个经济要稳定住，对啊，不然的话他们会面对很大的这个压力。那产业方面我们也没有停下来，以 FMM 来讲，我们去拜会了这个中国的大使这个欧阳大使，那他也答应帮助我们找一些替代的这个原材料，就是从中国那边，我们也找了这个 Russia，苏联的这个大使馆，俄罗斯也答应提供一些，我们也联络加拿大的 Alberta government，OK，甚至 Kazakhstan，对吧？所以产业界也在找这个 alternative source，问题只是价钱的问题，对吧？还有它这些材料适不适合我们的工厂还有很多的一些政府的批准一些安全的这个考量等等。了解。会长，接下来我想请教你的这个问题可能这2天新闻大家比较多的讨论，因为我们看到说印尼政府不是宣布说他们停止出口他们用国家的层面来禁止出口原油还有能源那为了稳定价格，那所以也有这样的呼声，那呼吁马来西亚的政府，我国政府也这么做那不晓得会长你对于这样子的呼吁你的看法是什么呢？OK， 我也首先要表明我不是石油的专家。OK， 据我所知啦，马来西亚的石油呢，我们产的是一种 sweet oil，就是甜的油。OK，那这是我们大部分出口的比较优质的。OK，而马来西亚用的呢，一般上适合我们的这个工厂或者这个企业用的呢，就是那种 sour oil。OK，这个是我们缺乏的，所以这个必须是进口的。另外一点，我们这些石油的交易都是 contract 的这个形式，所以不能够都有合约在，有合约在的，不是说你要断供就能够断供的。了解。But I must also say, Petronas，OK， 已经把很多我们现在没有的，大概有9项的这个原材料短缺的。供应给马来西亚。OK， 我们也找到，比如说马来西亚有另外4家的公司吧，Pengerang也是属于 Petronas 的，还有槟城的 Toray， 韩国的 Lotte，OK，这些公司呢，都本来是没有给我们本地的产业的，现在都已经把他们的一些的材料呢，供应给我们国内的这个需求。所以产业界都有关注这个事情，然后希望能够从 Petronas 那边得到一些的 support。那个 Petronas 给我们的这个支持呢，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OK， 好。那么会长，我们说到了这个燃油能源，其实就不能够不来谈最近另外一个更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最近我们看到 MITI 它最新出台的一个 EV 的策略。那因为今天会长，我相信您也代表很多的这个汽车零组件的这个供应商嘛，对不对？他们肯定也是工会里面的这个成员，所以我相信您对于这个议题应该也是相对比较了解的那MITI 它出台了这个 EV 的政策之后呢，其实就有很多人质疑说这个会赶走这些外国优秀的厂商比如说 BYD 他们如果不进来的话，我们就会有多大的损失。但是可能另外一方面也有人在去为政府辩护说，政府出台这些带有保护色彩的政策呢，其实也是为了要保护我们本地的这些优秀的零组件的这些厂商特别是汽车零组件的厂商那您自己怎么看待这次政府的这个政策呢？对，我最近观察到这个我们贸工部公布的这个 EV 的这个新的这个条例呢，引起很多争论性的这个言论，对，双方支持的辩论非常的凶猛，对，特别是消费者，就是觉得哇，现在我们被逼要买归车啦，你保护国产车要保护多久？他们都永远就是扶不起来的阿斗等等，这些的言论都非常的激烈。不过我倒想从产业界
比较宏观的一个角度来看政府的这次的这个措施了。其实你要看我们政府是非常鼓励建立这个 EV ecosystem。其实在安华的 NIMP 2030里面呢，建立这个 EV ecosystem 是它的一个 objective。所以过去4年啊，我们都已经让所有的那个CBU 的 EV car complete build unit 来到马来西亚，没有任何的进口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 excise duty。过去4年呢，政府已经少收了数十亿的这个税金，来 support develop 加快这个 EV ecosystem。这是第一点我想讲的。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呢，马来西亚的这汽车的这个行业里面呢，它的这个供应商，对吧？包括我们做的车身的面板啊、刹车器啦、accelerator 啦，很多的那些塑料的1&1的那个整个供应链呢，汽车坐垫对，占了整个国家 GDP 的4%。that's very high 哇，很高哎，4%4%。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本地的汽车零组件的供应商，对，他们的产值是占了我们的 GDP 的4%，所以非常高的非常高。对，上下游创造的这个就业机会，有70万个。OK， 你想象我们厂商工会我们制造业有250万的工人是，光是这个 industry 这个工业就有70万的这个什么，所以这是养活了70万个家庭，养活了70万个家庭，上下游了，我讲上下游，所以所以我感觉呢，其实另外一个问题是说，我们有必要这么快去建立这个 EV ecosystem 吗？因为我们跟不上。你看，虽然有人说，你不是说现在是能源危机啊？你用这个电车不就是减少了这个汽油的耗量？对，这正确。但是你要知道现在马来西亚的这个batteries 的 charging，它的电源也是石化能源产生出来的电大部分还是石化能源，大部分还是石化能源所以你基本上那个说法呢是不完全正确了，可能会有一些节省了，但是不完全正确。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其他的这个支持的这个 EV ecosystem 呢，还没有完全建立好。比如说现在很多 EV car 就面对 charging station 不够啦，对吧？还有这个以后的那个7-8年后可能到2050年之后呢，我们就有78万的这个 EV 的 battery。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东西？这些配套都必须要一些时间来去建立。那更加重要的就是马来西亚这个法令呢，希望能够给我们的本地产业有一个喘气的空间，能够加快脚步去把我们的 local 产业提升出来，能够成为这个 EV 车、电车的这个供应链之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然的话你这全部都是 CBU 嘛，对吧？那我们本地的产业就没有任何的那个 spillover effect，那这对国民的收入、国民的生活来讲，也受到极大的这个影响。是，也不是说会吓跑这些国外投资了。所以你看，马上 BYD 就跟他原来的这个合作的伙伴呢，我听说就是开始做这个 CKD 的这个研究那马来西亚政府是说，我们不希望成为这个中国产能过剩的这个 dumping ground。我们希望你在这里设厂，在这里组建，好像Proton 或者是 Bluedoor。Proton 我听说它75% 的汽车的零件是马来西亚采购的，是制造的。对，那
其实会长，你提到这个75% Proton 的这个零组件啊，对，可能是马来西亚这边制造的，那这是不是也是正面的可以回应说有一些民众的质疑，他们认为说啊，马来西亚零组件就是输给别人，可能跟中国零组件可能又便宜，品质又好，那我们的零组件呢，就是我们的厂商赚很大卖很贵，但是品质又不怎么样，这个很像是大家的一般的印象，但是其实我们马来西亚零组件其实也有非常优秀的，甚至是被很多国际的汽车大厂啊，比如说 Mercedes 啊、BMW 来使用的，对不对？所以大家过去对于马来西亚零组件就是品质不佳那个观念，是不是也应该要转换一下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消费者有他这个不满或者投诉他们的想法，我觉得这些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啦。我感觉我们作为产业界的人呢，那我们需要虚心的去听 ，OK， 对吧？也要加把劲，把我们的东西做得更好。是因为我们总不能够说就放弃这个企业嘛。因为我感觉其实马来西亚整体上来讲我们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们3000多万的人口算是小型的国家，但是全世界的这个trade 的 ranking， 这个贸易的这个排名我们是全球排第23的。所以以马来西亚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来讲呢，其实我们是还有很多空间呢，为国人制造更高的这个收入和更好的生活。你说排在23，哇，这个已经有点是中段班，已经快接近前段班了。对，对，我感觉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才3000多万人口，你看中国它是14亿人口，是。对吧？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对不对？对，是的。但是会长，我也有看到有一些汽车达人或是 YouTuber， 他们也有表示说，其实 MITI 这一次，对啦，没错啦，是为了要保护本地的这个汽车零件制造商。但是是不是可以在做法上面可以更加的圆融？那可能在这个速度上面呢，可能可以给更多的缓冲期给予 BYD 或这些来自中国的厂商呀，或美国的厂商都好啦可能要多一点的时间，不能够说做就做，真的可能会让这些厂商觉得很受伤。你自己的看法如何？你觉得缓冲期够吗？我觉得是比较有点仓促啦，是有点仓促但是部长的考量可能有他不同的看法了，这方面我就很难就是带他来回答。OK， 我感觉中国方面应该还是可以商量的因为他们也完全明白马来西亚的这个 position，why I want to do that，因为其实做生意嘛都是双赢，是对吧？你不能够只有你赢嘛，对吧？对其实我感觉中国的这个 The Rise of China， 其实对马来西亚来讲是加分的。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不单只是有这个制造厂商，我们也有很多的贸易商。其实我们是从中国的产品那边呢，也得到很多的这个enjoyment 这个 benefit 其实我们产业的转型呢，中国的机器，良好的机器，高科技的机器，以我们能够应付的那个价钱来买呢，这个是给我们中小型企业加快我们的这个转型的脚步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所以我是比较不想看中国 is the only competitor。其实竞争在我们做生意来讲呢，是常态来的。你不愿意竞争，你就不应该在做这个生意里面。当然啦，我们能不能跟中国竞争，肯定不能啦，因为中国有它的 scale 是这么大，对吧？所以我们we are not equal competitor。但是呢，我们可以与他们合作。其实中国还有很多企业还没有出来的，我们可以跟那些还没有不是很大的这个说一线的这个企业，我们跟2线3线的企业，能够跟他们合作，加快我们转型的那个脚步。那第三呢，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发展自己的科技。
你看哦，现在的做生意啊，已经不是单纯的好像我们过去啊，公司跟公司在竞争，其实可能是公司跟一个国家在竞争。你看 BYD 啊，或者中国的企业的贸企啊，中国政府给了多大的这个投资哦？是，他们是以中国整个国家的实力啊，来跟我们产业来竞争，我们哪里可以竞争得了？所以政府的那个扶持哦，是非常重要。现在已经不能够说是公司跟公司来竞争，其实可能也是国家跟国家在那边竞争。所以马来西亚我们必须要如何困难也好，如何不可能也好，我们也必须要建立我们国家团队的这个科学家，还有我们的这个 researcher， 这个是必须的。就像是泰国，他们现在也对于中国的 EV 也要出台一些的政策或者是护城河来保护本地的产业，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值得我们马来西亚去参考以及去思考的一个状况嘛。但是会长，现在除了这个汽车产业之外，其实我们有一些的产业可能也受到了中国产品的冲击。那你觉得说现在前阵子其实有听到很多制造业的这些老板们他们有在抱怨，但是你觉得说现在的情况有没有慢慢的，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从过去的竞争，然后逐渐的走向合作，或者是说你觉得说政府还可以再多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来帮助我们本地的制造业来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呢？刚才我讲我们要面对竞争，这个是个非常我们需要面对的，我们也真的要面对中国作为一个制造大国，当然现在也是这个消费大国了，是它的这个确实的存在。既然竞争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是免不了需要去面对。但是我想把中国视为一个 collaborator，看为一个市场如何的一个科技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伙伴，然后再去发展更多区域的这个市场。其实我们产商工会呢，我们已经跟Matrix 就是有很好的这个工作的关系。我们希望在接下来呢，我们会发展这个中亚的这个 Central Asia 的这个市场。当然GCC 现在是有战争的问题了，拉丁美洲的这个市场，还有我们希望这个马来西亚跟欧盟的这个 FTA 能够尽快的这个落实。所以我觉得世界很大了，不需要 zero in 我们这个 competition。以我个人来讲我也输给中国的这个竞争啊。我在西班牙的市场、纽西兰的市场、斯里兰卡的市场都给中国人拿去了但是我会发展别的这个市场。OK， 那我想继续的走上那个R&D 的这个 process。OK， 是。我觉得这个 this is business。有竞争才有进步，有竞争才有进步，会继续鞭策我们自己。是。那其实会长，你最近也强调了英文能力很重要。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呢，我们过去其实在我那个年代，其实我们在学校里面学的大部分是英文，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可能随着教育政策的改变或者是环境的改变呢，会发现说，可能在某一些的教育体系当中，他不太重视英文能力，但是你觉得说，你特别强调英文能力对于商业跟全球化的重要性那可不可以来就这一点跟我们来谈一谈？为什么你觉得英文很重要？这个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的人才因为他具备了这个英文的这个外语的掌握的这个能力他在全世界都很吃香的，没错发展的都非常好。其实应该这样子讲，马来西亚是全球人才的供应的基地，对吧？我们去了很多的这个新加坡你看最近。昨天我看到这个连玉平这个代表，他上了新洲的头条台湾也在积极的从马来西亚招才没错。所以你看到，因为马来西亚这个英语的，我觉得
外语的掌握能力呢，成为我们非常热门的一些首选的一个人才啦。我感觉真的这个世界基本上在商业的社会里面，英文还是非常重要。英文也是这个开启这个科学工艺的一门的钥匙。是，而且也是开启医学的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语言啊。那今天其实非常感谢会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让我们对于整个马来西亚的工业啊，还有制造业的这个环境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啊。那么真的是很期待马来西亚的这个制造业呢，真的在未来可以越发展越好。那么也希望会长在您的任期的这段时间呢，也给我们整个产业界呢更多的帮助啊，帮助产业界跟政府更多的来对话啊。好，今天再次谢谢会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谢谢你们的邀请，谢谢。那不晓得大家对于今天李会长的这些分享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来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财经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